好，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今天呢，是我们电波未来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期的节目。1年前啊，也是在上海的车展上，我们录制了第1期的电波未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未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燕、朱岩，然后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解析车展里面的新技术和新趋势。那这1年的时间里嘛，要感谢近30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创业者参与了我们25期节目的录制，那更要感谢 Neo Radio 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面给予了我们的节目很多的支持。那今天呢，在2026年的北京车展上，我们的电波未来开播的1周年之际，我们也在 Neo Radio 的演播室发起了第1次视频的直播。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再次请到了我们的管理合伙人燕。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们智能电动车行业我们经历了哪些改变和变化。那在今年的车展上，我们又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亮点？首先欢迎燕再次来到电波未来。好，谢谢 Wendy， 非常高兴再次回到电波未来，也采取这种直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其实啊，我们这次的这个节目我们叫做投资人和 CEO 的车展对谈，所以啊，除了您之外，一会儿还有2家参展的企业，也是我们投资的2家企业的 CEO 会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从问问燕的这个问题开始。我知道您今天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车展里面逛哈，那我想问问您的感受，就逛下来看到的这个亮点有哪些？然后跟去年比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吗？或者说您今年有没有带着一些新的视角来逛展？是，首先非常高兴啊，今天这个在New House 的这个直播间，每年未来都会把 New House 搬到车展。那今年呢，也是在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位上边，在 New House 我们做直播。然后我这个位置直接就可以看到，在下边的展位上边有未来的 ET9，还有这个乐道的 L90在我的面前。一会儿我们很期待，可能 ET9也会开始跳舞。当然今年刚才像温迪讲的，我也利用今天的时间去逛了一下车展，我觉得感触还是蛮多的。首先今年的车展确实规模非常大这个2个大的这个展馆连在一起去进行车展，而且排得满满的，所以很多可期待的这个产品让大家去发现。今年有一个感觉就是新车非常多今年有近200辆的新车的发布，而且今年的这个发布呢都是以量产车为主，所以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特色，而不是以概念车为主。那在新发布的这个车里边，有 80% 是新能源汽车已经占到了绝对的这个主要的主力部分。那同时 60% 是由中国的车企来发布，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车企已经在定义汽车行业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趋势。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趋势，就是我们以前曾经经常提到的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自动驾驶是吧 L3 自动驾驶，那么比如800伏这个充电等等，那这些呢都变成了现在很多这个车企量产车上的标配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这个一个点是，您在去年车展的这个时候，您提到了 AI 上车。当时我觉得就是咱们讲的时候，更多的提到的是这个接入大模型的一些概念的这个层面。那过去这1年，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比时间这个更快的是我们这个整体的 AI 的发展，是非常飞速的然后从我们的大模型到多模态，然后又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agent， 所以我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 AI 和车的。您觉得说这个 AI 和车之间现在正发生着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是概念落地了，还是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我觉得 AI 这个概念在车上确实已经在多方面进入了一个落地的阶段。刚才我也提到像自动驾驶抱歉，正好现在这个在我面前 ET9 已经开始跳舞了，然后随着音乐舞动也有很多人围观。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说到的 AI 的主题AI 呢在自动驾驶领域确实已经进入了量产的阶段，其实有一些像低配的这种辅助驾驶的功能已经变成了标配甚至呢在法规上都有所要求。但是像更高阶的自动驾驶现在已经在很多车上量产，所以它已经进入了量产的阶段。而且新一代的这种 AI 的模型，像世界模型很多都在车上得以应用
另外呢，在座舱方面也有很多的升级啊。其实今天大家去逛一逛车展，或者将来的几天来车展去逛，都会发现很多车企会把它的在座舱上边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或者 cloud 的应用作为一个宣传的亮点啊。当然，未来自己的 Nomi 也做了升级，新一代的 Nomi 也更智能啊，也变成你的一个个人的助理。所以我觉得 AI 现在都在全面的向车这个行业去渗透，也进入了这个量产的阶段。对，就像燕刚才说的，不单单是我们提到说 AI 上车，然后很多人还在提说车技 AI 的这个概念，因为汽车已经逐步的成为了一个最大的移动的这个 AI 的这个终端，然后并不是说仅是很多的这个 AI 的功能叠加在车里，而是我们在车里有很多这个基于智能座舱的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体验。那其实作为一级市场的投资人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未来的这个机会，有哪些创新是可能会去在未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行业，改变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 VC 特别有魅力的这个地方。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一些创新啊，当下可能不被大多数人去理解，甚至在投资圈里它都会是一种非共识，只能通过时间去验证。所以想问问您，作为一个深耕投资20年，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投资新能源的投资人，我想请您看看说有哪些机会是您10年前看到，当时不被人理解，但时间证明我们是对的。对，实际上这样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因为 VC 的投资确实要在主流之前去发现这些技术创新的机会或者模式创新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回顾在未来资本刚刚成立的时候，2016年那个时候是中国电动汽车其实很多新创车企是吧？当时刚刚起步，然后零部件公司也在刚刚起步，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投资这个宁德时代的时候，它还是当时韩国日系的这些韩系日系的电池企业还是领先的啊，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销量上。但是我想现在再去看这个我们当初也是在2017年就投资了宁德时代，已经成为最大的一个世界的这个电池的企业。那么后续我们也做了像自动驾驶的布局啊，现在这些自动驾驶公司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性的企业。但是当时中国以 AI 领域是吧，自动驾驶实际上是一个 AI 领域的应用，对，在 AI 领域能够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当时很多人是不敢相信，是我们那时候也投资了像 Momenta、小马智行，然后从传感器的角度我们投了图达通当时也在做世界最先进的激光雷达，150纳米的激光雷达。对，剧透一下，今天图达通的这个鲍军威鲍总一会儿也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对，那个时候很难相信一个是吧，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实现量产，然后这个走向规模化。对，正如您讲的哈，就当年我们觉得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今天车展上的理所当然。是，对。那其实您刚才讲了一讲，就是我们10年前的这个非共识，所以说不由得我想到哈，说作为前瞻的这个投资人，应该问问您今天的非共识是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智能电动车的产业链上，我们还在涌现哪些新的创新和投资的机会呢？其实如果围绕着智能电动汽车去讲一讲，因为智能电动汽车现在已经有非常长足的发展，所以就是在上边再创新，很多人都在想它的点会在哪里。那我个人呢比较期待的是，第一，我觉得在智能电动汽车上，现在自动驾驶逐渐变成了现实。那我对智能座舱是非常期待的。其实智能座舱我已经讲过，一直在讲了很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座舱的设计，还是跟以前的这个车辆其实是相似的，是吧？那我想自动驾驶来临了以后，座舱的设计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对，会有太多的想象的空间，有非常多的想象的空间，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当然，如果我们把车去打开，现在车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很多智能化的这个产品的最大的应用下游，比如说芯片，其实很多的应用是在车上，是吧？是。软件是在车上，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软件、硬件、芯片它的创新，也包括电池它的创新，其实车是一个非常大的应用的场景。对。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汽车上边的创新现在在向外溢。那
比如说我们很关注的，我们叫 New Physicality， 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 Physical AI， 或者说智能硬件新的硬件形态。其实很多都向车这个行业在学习，是吧？比如现在在讲的机器人、具身机器人，在车上边的很多已经开发过的产品，是吧？包括传感器、包括算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成果，都在向机器人外移，是吧？对。然后也包括 eVTOL， 包括智能硬件，所以我对这方面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如果我们稍微目光就是往前这个走一点，去看未来的1到2年，您觉得哪些这个项目或者类别是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爆发式的增长的呢？是从车相关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现在看到智能驾驶进入量产，是吧？它的很多自动驾驶的公司，不管是软件还是芯片，还有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当然除了像激光雷达，又毫米波雷达等等这样的一些传感器，我觉得都会它的业务上面的量的增加会非常的快啊。随着它走向更多的车型，然后随着这些车型走向这个市场。那当然还有像比如说我们在投资的商用车，现在呢在商用车这个领域，它也会很快的发展。商用车的电动化可能比乘用车要稍微要慢了一点啊，但是其实现在商用车上已经找到了很多场景，比如说重卡领域，我们也投资了像01啊，它呢现在这个在重卡领域做的也非常好。那我们在轻卡也投了前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商用车领域，也会有一些长足的发展。那当然，未来资本其实投资布局的领域也不仅仅在汽车这个行业，我们在能源的行业，是吧？在这个 AI， 在算力，在这个等等其他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行业都有很多的布局。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领域很多公司现在他们的量产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发展的都非常的按照我们的指标，甚至有时候会超越指标。您刚才讲的这些让我想到了，就是您前不久在论坛当中这个讲过的一个 fact 吧，我觉得是说，就10年前，然后是蔚来刚成立，然后蔚来资本也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中国有几百家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正在创业。然后我们现在看说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其实留下来的这个企业就大家可能都能这个想到这个名字哈，其实还是经历了一个非常严酷的大浪淘沙的这个过程的。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新的企业，然后这个新的零部件的这个企业也起来了。那从您的这个角度，您觉得说这场淘汰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吗？就是说从车或者是从车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未来我们会不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机会？确实，其实当初在我们刚刚开始投这个智能电动汽车行业的时候，初创的车企和产业链的公司还是蛮多的。车的这个数量，刚才温迪已经说过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自动驾驶，当时我们就讲 L2加的自动驾驶的方案，我们所选的这个公司，这是在很多初创公司里边超过以后去认真评估的，就有10几家，是吧？激光雷达我们当时也是全世界在看，然后真正去测它的这个样品的就有10几家。那当然现在真正这个收敛下来，能够在行业里做得好的，可能也就是3、5家啊，或者基本上不会太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那确实它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对，其实创业也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不仅仅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做好，你还要卖出去，是吧？你还要量产好，然后你还要保证成本不断的降低，满足市场的要求，同时还在保持创新。其实对于一个企业的综合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当然也做的很多的工作是围绕着怎么帮助这些企业去走出它的所谓的这种死亡之谷。是吧？这个死亡之谷对创新企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能有很好的技术，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真正的经营好，可能不一定能够找到第一个客户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死亡之谷。那很多企业这个如果经营的好，也幸运走出了这个谷底，那么进入到第一个客户，再把它的去能够大规模量产，有更多的客户去接纳它，我想这就是一个商业发展的逻辑，它自然会淘汰很多可能准备没有那么充足的企业。什么样的机会可能会出现？我们一般都会寻找一个
技术的创新，它可能有一个10倍的效率提升，是吧？或者性能的提升，它要有一些非常大的突破，才能够去打败这些已经有市场份额、已经有很多的员工、已经有产业链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我们在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里面去寻找突破。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创业公司它有没有突破点，就要看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10倍的优势，不管是在成本还是性能，在某一些方面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才有可能去突破现在的一个固化的业态。对，因为我们前面其实聊了很多，就是比较前沿的和这个我们的产业很相关的这个话题。就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轻松一些。然后因为这个我们今天也就逛了一逛嘛，然后这个我想问问您车展的心动单品。心动单品，对，然后这个不能多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面前有这个自己的就有乐道、蔚来和萤火虫。然后如果是给我们的观众和听友只能推荐一款今年车展上让您最心动、最想下单的产品然后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是我已经是一个忠实的蔚来车主啊，当然非常喜欢蔚来的这个产品。但是今天如果我要推荐的话，其实我特别喜欢萤火虫。萤火虫的车就是你越看越觉得好看，它的这个灯的设计，然后你包括这个在车去真的体验坐进去的那个感觉，尤其是在都市出行很拥堵的都市车型，我觉得特别适合，所以我要下单下一辆车就是萤火虫。那温迪你呢？这我本来也想说萤火虫的，但是您说了，我记得是周二的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乐道新发布了这个 L90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斌哥也在现场就讲了很多新的这个配置，然后我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价格段，然后我们这么的一辆车然后我感觉就是还是非常这个打动我的。但当然了，就是这个包括是 ES8、ES9 每个都很打动我，但这个因为L90现在是离我最近的一款车哈，我看就有刚才也是有很多人这个围在那边，不管是看我们的这个座舱里边的这个配置，还是看后面这个放这个非常大的容量，能放好几个高尔夫球的这个球包，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管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出行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这个选择，是很全面。L90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选手。对对对，是。然后接下去也会有2位我们的 CEO 也是未来资本投资的这个企业也是2家上市公司然后的这个 CEO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前不久就刚刚上过我们的这个电波未来的这个播客，那也是全球唯一拥有150和905双路线量产能力，也是全球首批将纯固态激光雷达用到乘用车量产领域的激光雷达企业途达通的创始人 CEO 鲍君威鲍总。先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是在上海车展蔚来展区的 Neo Radio 的直播室，但很多的蔚来车主不一定知道，其实从2022年我们交付的 ET7 开始到我们的2代平台的9款车型，以及我们的新平台的车型，包括是前2天刚刚发布的乐道的2026款的 L90， 其实都搭载了途达通的激光雷达。那我想就是请鲍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在途达通在未来的车上到底给车主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激光雷达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以光为探针探头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实际的探索3维世界，而且是一个非常高清晰度、高密度，而且我们这种高性能激光雷达可以探得非常远，可以达到500米的探测距离。它实际上跟摄像头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摄像头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这个分辨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而且它的一些算法呀比较成熟了。那激光雷达呢，跟它是一个有些方面是一个互补的事情。有些很多场景，比如说光线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摄像头它所产生的图像数据，在这个感知系统大模型它没有见过的这一类分类的一些产品分类它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它可以非常清楚准确的探测到3维空间真正的这个物体在什么地方，而且可以探得非常远，像我们的在蔚来汽车配的这个猎鹰激光雷达。那自动驾驶因为它是一个对安全非常注重的这么一个系统，那希望呢
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不管是全自动驾驶，还是像 Robotaxi 这种应用，还是高级辅助驾驶，像蔚来汽车的 L2+，甚至以后的 L3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起来的话，希望这个车能非常有信心的能够感知到、探测到这个车前方、车周边的各种物体，而且需要有冗余。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呢，它跟摄像头还有包括其他的传感器，包括毫米波雷达合在一起，能够实时的、准确的、非常确定的感知这个三维世界，能够给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或者高级辅助驾驶系统一个非常好的感知的输入。其实咱们图达通一直在这个激光雷达领域是引领这个技术指标的一家公司，一直是走在创新的最前沿的。那我们在这次的车展上也发布了我们这个高端的产品猎鹰，是吧？又有了新的突破。对，你能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旗舰产品，它的提升在哪里？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这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在晴朗的天气开始是比较舒服的，因为我们的视野非常广阔。这个时候视野有多远呢？1公里、2公里的视野。那天黑的时候或者是大雾的时候，可能视野200-300米就觉得比较累，因为你会经常要想到200-300米以外、400-500米以外出来的东西，可能觉得判断时间不够。OK， 那有一些应用，包括一些特殊场景，像重卡呀，像一些大家希望有更长的预警时间，更好做判断的应用的话，希望探测更远。所以我们的 K3 猎鹰 K3 产品呢，这一次呢可以把探测距离提高到900米。OK，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1550纳米光纤激光器为基础的这个技术架构决定的，它的探测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做了一些技术改进，做了一些提升，就可以实现这么远的探测距离，同时分辨率呢也有一定的提高，可以提高2-3倍的分辨率，这么一个性能的指标。好的，那这些指标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它在某些场景上边的这种效果，能不能再把它讲得更充分一点？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经常讲 L3、L4 嘛，是吧？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能够达到 L3、L4 的要求？对，实际上大家对自动驾驶和高级辅助驾驶期待是越来越高的，也希望这个传感器呢能够给这个作为输入了，给这个整个系统更多的数据、更好的数据。那我们性能进一步提高之后呢，使得让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有更长的时间、更丰富的数据来做感知判断。比如说重卡的刹车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那长线物流不管是全自动的这个长线物联卡车，现在还没有完全应用啊落地啊。还有呢，就是起辅助作用的卡车的话，如果探测距离非常远的话，可以及早的给司机报警。那还有一些应用呢，比如说这个航道的检测 ，OK， 那探测船在内河上是不是要撞到桥了？像前一阵儿这个美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公里级的探测距离，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比较高性能激光雷达会有更好的一个应用的。对，其实如果是说到智能驾驶的感知啊，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的这个争论。然后包括是之前，其实我们可能也问过您说，这马斯克一直在讲，只要算法足够强纯靠摄像头的纯视觉路线可能就够了。那其实鲍总您在这个硅谷工作也创业很多年，包括图达通其实也是一家诞生在硅谷的企业，可以说是看过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那您是怎么去看待马斯克的这样的观点的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我们公司创业来也一直在回答这次问题。对，很多人都问过。这个答案一直是一样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认为，如果激光雷达的成本做到这个几千块人民币，现在甚至到1000块钱人民币以下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它所带来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纯视觉方案，如果是要做这个完全自动驾驶，就是这个不需要人作为接管，甚至不需要人来做驾驶这个注意的这么一个自动驾驶的话，我认为还是实现不了的。在有限的将来5年10年之内是实现不了的。实际上10年前我在说5年10年内，现在觉得还是这个状态。那很巧合，这个问题现在问的正当时候，前2天那个在特斯拉的发年报的会上，那马斯克呢也真正承认了，他说现在的 Hardware 3是实现不了的。他的思路呢可能是说，因为他的算力不够了，原来估计是够了，现在觉得不够了，纯视觉方面，我都觉得是大家可以听我这句话啊 ，Hardware 4、Hardware 5，如果不用激光雷达，
它也是不能实现 FSD 的。OK， 真正的 FSD 是说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不需要人接管的做 Robotaxi 一个情况。OK， 但是呢，如果是说 L2 加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是最后兜底的，那总是可以做得还可以，可能是这个算力更强会更好，因为纯视觉方案总是有好多场景，它是不能完全兜底、完全靠得住的。这时候一定需要其他各种传感器，至少需要激光雷达，跟它是在我们看到很多场景几乎是可以完全在视觉方案做不到的情况下，激光雷达是可以完全满足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来，在Waymo 在硅谷已经跑起来了，当然它可能还有额外的传感器了。那咱们国内一些企业，包括百度啊、小马呀、文远呢，也跑得不错，也是用整个这个综合方案的。所以说从我们的这个正向分析，再从行业的目前进展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判断，10年前的判断，包括现在还是没有变的，一定要用激光雷达。是的，激光雷达其实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了，那么加上这样一个传感器，是吧？能够让安全提升，对，为什么不装呢？对，是的，对。其实图拉通这次在车展上的有一个 slogan 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叫做无处不在的3维感知。对，怎么理解这个无处不在呢？也请鲍总解释一下，除了车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广泛的场景的一些应用吗？对，这是我们一个愿景啊。首先，怎么定义图达通？这个几周以前，我们在跟一个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呢，我们提到图达通几个全字。第一个是全品类，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呢是行业唯一的品类最全的激光雷达产品的供应商，从探测距离最远的500到1000米的这么一个这个猎鹰激光雷达，到中高性能的这个可以探到250米、300米的这个高性能的905纳米激光雷达，还有中低性能的这个200米左右探测距离激光雷达，性价比非常好的。同时呢，还有全固态激光雷达，我们都有能够量产满足车规级量产产品的品类很全，而且可以有非常好的组合，不管是 L2 加 L3 前视和侧视补盲组合。前视像蔚来汽车的这个 NT 3.0 平台 ES8、ES9 的，前面看到500米，侧向各看到150米，侧后方看到60-70米，这么一个非常大的探测距离。或者是说大家如果说想把这个距离也对这个成本还有稍微一些要求的话呢，前面看到200-300米，侧向看到30-50米，这么一个稍微距离小一点的这个 L3 的这个布局，我们都有组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跟车厂客户达成一个更好的合作关系，这是全品类。第二呢，全场景，这个提到刚才依然说的，我们除了可以给汽车行业激光雷达来做，也这个行业帮助我们打造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成本结构、稳定性、供应链的这个鲁棒性等等。同时呢，我们把在这个行业打磨出来的产品平移到很多其他行业，最近的是商用车、物流车、特殊场景的封闭应用，像矿山呐、这个工业化场景等等。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机器人行业。机器人行业的话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可以借助很多共同的技术底座，我们可以打造出像我们的这个适用于机器人行业的蜂鸟的全固态激光雷达，可以很好的在汽车行业的供应链基础上，合适的这个成本结构给客户来供货。在此之外的话呢，用一个这个大家讲的比较清楚的、说的比较热的词吧，叫物理 AI。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这个连接点呢，就是各种传感器。大家可以认清楚的是摄像头。除此之外呢，激光雷达本身因为它这个3维世界探索的属性，而且我们可以实现图像级，成本结构也非常有优势，还有没有隐私的顾虑的话，它可以在很多应用场景可以更容易的部署。而且大家看到摄像头是无处不在的，现在 OK 可能全球估计的话可能是100多亿颗的摄像头。OK 激光雷达打个折，打个2-3折，那也是10几亿这么一个体量，所以我们这无处不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我们也有非常高的期待。是，其实现在激光雷达的渗透率还是很低的，如果按照鲍总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去看，是吧？还是非常可期的，不仅仅在车上，还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可以打开。那我也想问一下关于全球化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图达通其实现在也开始拿到欧美市场的这种智慧交通的订单，它是新的业务的形式，也是新的这种国际化的市场。也请鲍总讲讲这个咱们图达通国际化的一些这个目前的进展和你的体验以及展望。好的，图达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我们将近10年前成立的时候呢，叫 Innovation， 后来英文名字做了一个 rebranding， 改成叫 Cyon， 实际上是一个从硅谷起家的公司。那很高兴2020年拿到未来汽车的项目呢，开始在硅谷在中国来高速的发展。同时呢，我们硅谷呢也是有我们的核心的研发团队，两边团队互相磨合，互相合作，能够利用两边的优势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在硅谷的研发团队，包括我们的面对客户的团队呢，最近把我们在中国市场打磨出来的这种激光雷达产品，可以以一种非常这个性价比非常好的方式应用到西方世界一些应用来，包括一些公用化应用，包括交通应用。交通应用其实核心的是说可以提升不同国家不同的这个地区啊，它有对交通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些红绿灯的这个优化，中国可能是因为这个交通太繁忙了，优化的这个余地不大。但国外的话呢，它有很多路口是有传感器的，可以通过激光雷达的方式呢，可以非常准确可靠的探测到这些车辆。还有一些其他应用了，细节就不多说了。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些应用的场景呢，实际上是可以给当地的这个人的生活提升很大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这个效率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激光雷达产业在向另一个维度拓展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是提到我们公司的第3个全，刚才说了全品类、全场景，是第3个全球化，这是我们公司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吧。我感觉就是今年的这个车展和往年比啊，我们说这个感知部件的展台的浓度变高了。我想问问您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这个热度，或者这个直白一点说，可能是竞争？对，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根据我们汽车行业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大势吧。智能化一个核心就是你得有数据输入，数据输入的话呢，那传感器可能是越来越多了，对，汽车智能部分占比会越来越高。是，同时呢，大家看到这个汽车行业一个很有意思的提升的点是，往机器人行业走。OK， 机器人行业很关键一个事情呢，也是需要智能化感知这些事情。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吧，这个大家对感知的这个注意力会越来越多了。对，的确是这样。那单总来了，好久不见。单总跟这个鲍总应该也是老朋友啊。是的，你好。对对对。哇，你们搞得好啊！谢谢。对，好，然后就谢谢鲍总啊。这个我们刚才其实问了鲍总很多的这个问题。那最后就是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图达通的这个展位是在我们这个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 B2 馆的E01号展位是吧？然后对，是的，对，然后也欢迎我们在线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然后到图达通的展台去体验刚才这个燕总讲的无处不在的3维感知。对，就是欢迎大家到B2 馆来参观我们的展台。对。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激光雷达是智能驾驶的眼睛，但是眼睛看到的是画面，其实需要这个大脑来处理。那芯片是作为大脑的核心啊。那我其实看到一份这个数据说，在2026年的预测数据上，我们智驾芯片整体的国产的渗透率也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然后我今天在我们这个最后的半小时的这个直播里面，我们除了这个鲍总之外，我们也请到了智驾领域最重要的这个玩家之一黑芝麻智能的创始人兼 CEO 单霁章，欢迎单总。欢迎单总谢谢，大家好那这次北京车展，我们知道说跟图达通一样，这个我们黑芝麻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产品，也展示了一些生态的这个合作。那如果是让您挑3个亮点，最大的亮点，再向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友介绍一下，您会选择哪3个？3个亮点啊，第一个通用平台，对，第2个是高有效算力，对，然后可扩展，对，这3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哈。对，高有效算力是什么呀？我们在那个展台上面有展示一个跟全球最领先的这样一个芯片的对比，对，不管是让transformer 的模型，还是让那个convolution 的模型，对，我们比全球那个最高算力的还要好个5%到10%。对，高算力是。对。第2个呢，就是
可拓展，对吧？这个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现在刚才您讲的这个往 L3、L4 在拓展，对，其实大家对算力的需求非常之高，是，对吧？那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coherence 的接口，两颗芯片，实际上你不要去，你用户来讲，开发者来讲，你不需要去自己去管理两个芯片，对，你当一颗芯片用就行了。是，这个我们从1000 TOPS 立马就是涨到2000 TOPS。这个我相信，这个在全球大家去看这个算力，这个非常好，这个可以拓展，这个是非常好的。刚才我讲的第3个还有一个点是生态，对吧？我讲生态不是轻易的随便能讲就能做得到的。是的，对我们这个芯片平台，我们是一个在智能驾驶或者具身智能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平台。对，我全方位的原生支持 transformer，支持现在的这种大模型，不管是 VRA 的模型还是世界模型，对，我可以部署在这个芯片上。是这样子，在所有的合作伙伴或者客户，他非常容易的用我这个芯片，把他的那个算法部署进来，而且相当于是说是我们也是开放的。对各个合作伙伴，他做算法的，你都可以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开发。我们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链，在我们展台上有一个展示。过去可能做一个编译可能要几个小时，我们现在1分钟就做完了。而且我们是全方位支持 FP16 浮点的，不用过去大家去做一个适配最头疼的一件事情量化。对吧？精度损失，我全方位所有的都支持 LP16，对，甚至 LP32，是我都支持。当然，就是小的 LP8、LP4，我们也都支持。是对，而且是所有的计算都支持这样的计算模式。这个比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对这个同行啊，实际上领先他们一代。他们在讲的下一代的东西，我们已经做好。我主要刚才解释一下这个3个词儿的原因。对，这个我其实关注到哈，今天这个您发布的是华山 A2000，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平台叫武当，是吧？对，武当是我们2年前发布的。OK， 对，现在已经量产了。OK， 这个我们是一个叫做跨域融合，是对，不只是说舱架融合，是里边包括舱，包括架，也包括这个网关，也包括那个车控。对，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多域融合的，跨域融合的。是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在直播开始之前啊，我们几个也在讨论，我们说这个鲍总的这个产品系列跟单总的这个产品系列都很有特色，然后我还想问问2位，就是鲍总都是以这个飞鸟作为这个名字的，然后单总的话，这个华山和武当这一看就是这个武侠是不是金庸迷？然后是怎么会这个想到用这样的这个来起名的呢？我这个要不先问问单总，然后这个鲍爷最后鲍总说一下。对，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在看金庸的电影，对吧？电视剧对，一下暴露年龄。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热爱啊，这个东西。对。当然，另外一个点，我们第一颗产品我们叫华山系列，对吧？自古华山一条道。对，这个是我们当时真的行业上面不知道做什么，做芯片也很难。对，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场景，以前大家做这么大芯片的几乎没有。我们当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我们必须把它做好了，做对了，做成功。对，吧？这个还是最后真的是我们第一个率先上市的，是有深意的啊。对，启明也是体现了，启明也是这样的。后面叫武当，为什么叫武当啊？武当是太极，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融合的，对吧？OK， 阴阳子是，所以我们这个跨域融合，我们叫武当。对，然后这个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把公司总部移到湖北去了。对，武当山在湖北。所以有几个原因。这肯定这背后这个故事很深刻。对，文化底蕴很深。对，我们公司这个名字实际上有说白了比较简单，因为激光雷达作为这个智能驾驶的眼睛，尤其是在量产在车上的话，高性能上看得远，看得清楚。那大家想到鸟，它的这个视觉最好的鸟是什么？几类啊？其中一类就是猎鹰 ，Falcon，是鸟是非常这个鸟看得非常远，非常高远的，而且眼睛非常这个 sharp。OK， 那这是我们第一款产品。后来我们
出来了905纳米的产品呢，它实际上是视觉也比较好，同时它轻小一些。那我们想比猎鹰小一点的鸟，视觉也不错的，那就是找了一个灵雀 Robin，OK，是这么个原因。最后呢，我们做全固态激光雷达，它的这个大小是更小、更轻灵的。那最小的鸟是什么呢？蜂鸟，就叫 Hummingbird， 这么一个这个命名的这个方法吧。也非常有逻辑，挺有渊源的。对，我们上一家公司叫做 Omnivision， 对，就是一个 logo， 就是一个老鹰，是吧？对，也有很多名字叫 Hummingbird 的，这个也有意思。做视觉的，你正在做激光。我记得当时用的显示器也有这个是对啊，我也想问问单总，当然也问问鲍总啊，因为咱们其实都是在自动驾驶这个行业里边提供方案，是吧？当然也有除了这个以外，也有更广泛的一些其他领域。那我们就聚焦自动驾驶。现在大家都在做 L3， 是吧？也有做 L4。从你们看到，就是 L3 和 L4 真正大规模走向市场，现在还有什么卡点吗？它的卡点是在哪里？是计算，还是在数据，还是法律法规？我觉得 L3、L4 呢，就是大家确实是已经开始做尝试了。这个过去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数据，对，甚至是说在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大家过去做的就是一个模仿，其实是不够的。是你大量的数据进去，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我相信很多公司都看到这个数据进去，发现突然到了一个数据量的时候，我的性能立马提升了，是，但是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场景你是拿不到大量的数据的。比如说轨探头，这个数据你是拿不到的。对，还有这种真正的产生 AEB， 人呢，我想开车一辈子，你真正的采 AEB 的是做不到几次的。这个数据是极少的，对吧？你靠这种泛化是不够的。对，是需要有别的方式来看这个。是，所以这个模型的升级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在讲，我们现在这个算力足够，我可以部署 VLA， 我看过去，对吧？过去的5到10秒钟。世界模型看未来，对吧？我未来的几秒钟，我这个看清楚，这个我安全性我大幅的提升，对吧？这个数据确实是很重要的，算力也是很重要的，过去没有到来，对吧？当然，这个算力做还有一个要泛化，过去是靠这个数据进来泛化，现在可能是需要去慢慢的做到零样本泛化，所以我要用大模型。对，大模型我本身的数据，全世界的数据很多，对吧？我要拿这个来泛化。对，就是所以这个我的理解啊，真正的是要做到 L3、L4 这个性能，从技术的角度，数据需要，计算能力是需要的，然后这个怎么样的用大模型做到这个事情，而且是说不光要看到这个驾驶的过去，还要看到驾驶的未来，这个是特别重要。对，这是我看到的。当然还有一个点，我跟你做宣传这个激光雷达。我们最早是全视觉，对啊，我一直相信这个激光雷达加上毫膜雷达是很重要，互补，对吧？频谱上面互补。是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中国的很多这种城市的路，很多城市这个特别是2线、3线的城市，它那个路很糟糕的。对，你要是说像1线城市路很好了，其实激光雷达我没看到太多的争议。也是有的，但是在这个2线城市、3线城市争议特别大。比如说路沿，对，我用激光雷达立马完全没问题了。对，根本就不用，我就做了一个全融合，就是把激光雷达加进来，就变得非常好。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好，多谢单总。对，确实啊，我觉得受教很多。因为我们做激光雷达、做传感器，我从另一个角度，有点知识角度看了，但也是因为真的这么认为了。就是 L3、L4 该怎么部署？首先 L4 呢，从 Waymo 开始大规模的这个部署起来。大家可能知道在国外 Waymo 有几千辆车在跑了，未来几年可能每年会增长几万辆车。Waymo 这么多年跑了10多年了，而且是安全的记录是非常非常好的。看它的报告的话，比人类开车好很多倍的，说明它已经通过跑通了。但是它的跑通是通过很贵的这一套系统来做的。当然，刚才单总说出来提醒我了，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场景，可能存在车端的感知，如果做到完美的这种安全记录，可能还不如像轨探头这种事情。那我再根据我们最近做智能交通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如果大家想象如果扩展的更拔高一下的话，叫物理世界的 AI 的情况来看的话，你想象如果这个世界上
传感器布的足够多，不管是激光雷达，可以有一些摄像头，我可以知道这个城市或这个城区街区的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的位置和行为，车辆、行人、自行车等等等等。OK， 像一个天神之眼一样从上往下看，这个时候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自动驾驶系统，这个 Robotaxi 完全保证是绝对安全的。但这是一个想象的更长远的空间的，很多时候也许并不难实现。像10年前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觉得激光雷达什么时候能真的大量产，现在发现已经到处都是了。OK， 这是 L4 的状态。那 L4 我们认为进一步扩展的事情呢，一个是成本能够接近到一个可行的程度，这个可能是在西方国家会比较快一些，因为它的人力成本比较高。那慢慢的话呢，中国也会做起来，中国的一些这个做 L4 Robotaxi 的玩家吧，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包括百度，包括文远，包括小马，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等等。L4 做出来了 ，L3 按理从技术来说就不难了，难在还是一样，成本结构多少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肯定不能像 Robotaxi 一样武装到牙齿，好多传感器，好多冗余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 L3 的一个区别呢是说需要人，但需要人接管，但人接管要给人10几秒的时间，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呢，那作为这个量产车的状态来看的话呢，是需要把这个账算得比较清楚一些，觉得是说什么样的状态是最低的传感器的布局，还有计算系统了，才使得说能满足要求，还有一些冗余，同时呢还能够得到这个 L3 的这么一个真正的这个需求的需要。那同时也耦合到这个法规的认可。OK， 政府的法规，中国的和西方国家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法规到底是认为 L3，最开始定的 L3 呢是说是车要兜底负责的，对吧？只是说给你个报警人，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些讨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模糊地带，我觉得。但我觉得都是不是一个没有解的方案的。然后我有个问题想再问问单总，就是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说我们这次发布了一个里程碑的这个产品是叫武当 C1200， 那是2年前的但它的确是这个首个本土实现量产落地的仓架一体化的这样的芯片的平台，是吧？然后呢，这几年这个消费者其实我们的用户对智能座舱的体感其实越来越强了。那智能座舱是真正的让车变成第三空间的一个关键点。那智舱的一体化也是行业当中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提的非常热的这个概念。我想就是请单总讲讲，相比传统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的双芯片的这个方案，智舱一体化会带来哪些本质的这个优势？对，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最早是做这个相当于是预控制器的芯片，对吧？那个我们华山系列啊这些是。然后后面呢，我们去做这个多域融合，对，甚至仓架融合这样的一个芯片。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未来可能是中央计算，对，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第一个迈出第一步而已。对，这个其实我认为很重要啊，就是给厂家、车厂和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对车厂带来的价值可能是降本，对，甚至未来就是如果组织架构大家比较能够优化的这个方面，开发成本也会降低。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车就是升级换代改车型太频繁了，基本上每1-2年都要换个车型，对吧？过去可能好多年，对吧？我开发成本我花了这么多钱，然后经过这个时间的迭代，这个迁移，我能够把这个钱赚回来。但是现在很难，非常难，因为它换车型太快了。上次在那个百人会上面，李斌总也讲这个事情，对吧？对，怎么样变成标准化，我把这开发成本降低，是的，对吧？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对，当然这个我们还在推进的过程中，有些车厂接受。对，就是我把这个安全的东西做成一个标品。对，就是比如说我用这个多域融合，不只是仓架融合，多域融合，我把仪表、驾驶、基础驾驶功能这些车控。这些所有东西跟安全相关的，我做成一个基础的。对，这个基础版我可以放在最低价格的车上面，我就直接卖了。是。但是如果你需要更高性能的这个算力，比如说支架增强或者座舱增强，
我加算力，对吧？你座舱你不外乎就是加那个也是显示的算力，对吧？或者 CPU 的算力。那我做驾驶我可能要加 NPU 的算力。对，但是我基础我不改了，而且别的那些东西可能跟安全不直接相关，那我的开发成本、开发周期就短了太多了。对，这是我们一个初衷了，就是把这个事情给车厂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对，这个，而且开发难度就大幅降低。对，这个可以跨代，啊，可以跨车型，啊，这个成本就很好。对那个最终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你想，这个成本卖车价那个我们不管了，那个是车厂这个最后定价的一个策略。但是对消费者要的是体验。对，我不管是座舱的体验还是那个驾驶的体验，其实有几个东西你分别做都能做得到。但是你中间的通讯是有问题的。对吧？就是你不管是往云上通信还是芯片之间的通讯，你会发现这个带宽是一个问题，通信的顺畅度是一个问题。是我在同一个芯片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你的体验会非常好，对吧？就是无缝连接，你就变成了真的是一个智能体，而不是分割成几个东西。这个我相信是给那个最后的用户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是那个因为。这个单总后面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等着你，让我看这个小伙伴已经这个非常焦急的这个等了。然后那我们最后这个说一下，我们还是要公告一下我们这个黑芝麻智能的这个展位，就在我们未来的这个 E1馆，然后是 E08。E108对好记这个E1的08号的这个展位，然后欢迎大家对，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算力底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单总和鲍总的这个时间，这个两位可以就先去稍微休息一会儿，谢谢，感谢二位啊，好是那其实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如果这个大家能通过我的这个麦克风听到外边的这个声音的话，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声音已经响起。那就像燕一开始讲的，这个行业依然在涌现很多不同的这个创新，不同的这个新的这个机会。就我们相信啊，像这个黑芝麻智能，像图达通，包括很多这样的优秀的这个企业，会在行业创新的这个浪潮当中不断的实现新的里程碑。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我们还有一句话是在电波中听见未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